Hinokami Kakura。咁相信好多人細個嘅時候咧，都已經幻想把遮係把劍喺度舞嚟舞去，交俾人鬧噶啦。咁有好多嘅電影，無論係中西方新定舊都好啦，都會用雨傘去作為打鬥工具嘅一個場景。咁去到現實之中啦，究竟一把普通嘅遮可唔可以用嚟做防身工具呢？咁有啲 YouTuber 其實已經拍過遮嘅用法，但係咧佢就好少講究竟一把普通嘅遮嘅結構強度可唔可以 support 到佢嘅打法。咁呢一點咧我就存疑嘅。例如棍法中嘅掃腿，咁佢個目的咧就係傷害對手隻腳，從而去破壞佢嘅移動能力。但係你去到用一把普通嘅遮，你用相同嘅方法去打擊嘅敵人，究竟可唔可以做到相同嘅效果呢？咁今日呢段片嘅目的就係為大家拆解呢一個迷思。如果大家想知道一把普通嘅雨遮最好嘅用法係點樣，咁記得睇到最後，千祈唔好錯過啦。呢段片分咗5個部分：第一，實驗模式簡介；第二，實驗器材簡介，咁有個小廣告；第三，對打強度測試；第四，武器對比測試；第五就係結論。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立即去到第一個部分啦。今次呢個測試，我哋雨傘對付嘅敵人呢，佢哋就係手持短棍同埋小刀。咁因為呢兩樣武器呢，就係街頭最常見嘅。咁用小刀同埋短棍嘅敵人呢，佢哋設定就係一啲行兇作惡嘅歹徒。咁佢哋都唔係咩武林高手嚟㗎啦。咁我哋雨傘都有2種模式去對付佢哋嘅。第一種模式開遮模式，第二種模式單雙頭模式。咁我哋手持雨傘呢，就會用呢2種模式去對付呢2種武器。咁就1 round 就1分鐘，咁啊 total 4 round 嘅。由於冇人 sponsor 我啲遮啦，所以今次嘅遮咧全部都係執翻嚟嘅啫。咁啲遮咧都有少少破損，但係結構上咧其實都唔係好影響使用。咁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喺實驗之前究竟有啲乜嘢破損先。雨傘 A 損壞個部分咧就係呢度有個窿啦，咁其他部分都係正常嘅，材質就係木材。雨傘 B 損壞個部分就係頂端呢個位，咁就令把遮可以褪上褪落，咁其實都無阻大礙嘅。咁佢個材質就係尼龍。雨傘 C 損壞個部分同樣都有個窿啦，其他部分都係運作正常，材質都應該係尼龍嚟嘅。咁我用白色膠紙黐住嘅地方呢，並唔係因為把遮爛咗，即係因為有某間公司嘅 logo 喺度，我唔想幫佢賣廣告啫。咁我哋實驗之後再睇一睇佢究竟破損嘅程度係有幾多啦。為咗確保對打測試嘅安全性，所以我哋用嘅呢都係呢一啲海綿嘅安全訓練刀。咁講起安全訓練刀啦，唔知大家有冇遇過以下呢3個問題呢？第一，把刀太輕啦，同真實相差實在係太遠啦。第二就係用橡膠刀，咁橡膠刀雖然個重量係夠啊，但係其實啲橡膠都幾硬㗎。我之前就試過喺個眼角度咧，俾把刀坑到我爆咗光啦。第三，夠晒安全啦，但係咧就唔襟用咯，用1-2個月咧，把刀就拜拜咗啦。其實我都一直俾呢幾個問題困擾咗好耐㗎啦。咁今次 sponsor 我訓練刀嘅傭兵武備 Historical Buffer Arms 咧，就解決咗我頭先嗰啲問題。佢哋嘅創辦人亦都係練武之人，對古兵器咧亦都有好深入嘅研究，所以佢哋研發出嚟嘅產品幾乎同真嘅兵器，佢哋嘅重心重量咧都幾乎一模一樣㗎啦。咁上次我喺台北嘅劍奇道館交流嘅時候，所使用嘅中國劍同埋齊眉棍咧就出自傭兵武備，我就覺得佢哋嘅產品喺真實性同埋安全性之間嘅平衡咧係拿捏得幾好嘅。咁我都講翻個老實話啦，其實佢嗰把中國劍嘅重心配重咧有啲偏前嘅。咁我用嘅時候我就覺得唔係咁順手，因為佢每一把產品咧都係 handmade 出嚟嘅。咁但係佢哋老闆咧就非常之好喎。我打完呢個兵器交流之後咧，就即刻走過嚟同我傾偈，聯絡我，係問我喂有啲乜嘢改善啊，有啲咩改善方案，咁啊同我喺度傾啦。咁大家都傾咗幾個鐘喎。咁我就覺得呢個老闆好有心去經營自己嘅產品啦。佢唔係為咗追求完美嘅產品俾客人，而係為咗追求一個合適客人嘅產品。咁如果大家對傭兵武備 Historical Buffer Arms 有興趣嘅，可以點擊下面嘅連結進入佢嘅專頁，咁就睇下傭兵武備可唔可以解決到你嘅問題啦。咁我哋都係用海綿棍做對打測試啦，為咗確保實驗嘅安全性。而藤棍就攞嚟對比雨傘嘅攻擊同埋防禦強度。今次段片咧，我就會將強度同埋對打測試咧 mix 埋一齊，睇下喺真實對打嚟講，究竟把遮個強度可唔可以 support 到攻擊同埋防禦啦。
上中。繼續啊！哇！最緊要咗眼啊嘛，誒幾公斤？你仲驚啊？原來因為你身上面冇嘢糊啦，穿咗眼㗎。OK。我哋會對比點、刺、劈3個動作。大啲，再嚟先，再嚟。試下8成啊！點嘅小總結，咁雨傘呢，就算用100% 嘅力打落我手臂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冇乜 feel 嘅，都唔痛嘅。咁藤棍用點呢下嘅時候，6成力我都已經覺得好痛啦。咁加到去8成力嘅時候，我更加係頂唔順嘅。咁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咁總括嚟講呢，雨傘呢唔係咁適合用點呢一下攞嚟做主要嘅打擊。大啲，哇！呢個30，哇！唔得，30、40，唔得。刺嘅小總結，咁藤棍同埋雨傘都係一樣，40% 力嘅時候我已經頂唔順啦。咁雨傘嗰個痛感係強過藤棍嘅，所以雨傘係合適用刺作為一個主要嘅打擊手段。5成啊，冇感覺。7成啊，7成力，8成啊，全力啊，冇感覺。嚟多下，3成啊，仲有1成，4成啊。
5成。OK， 6成。7成。哇！哇！頂唔順。劈嘅小總結，就算雨傘用全力冚咗我隻腳幾下呢，我都一啲痛覺都冇。咁藤棍60% 嘅時候呢，我都已經覺得好痛啦。咁加到去70% 嘅時候，直情係頂唔順啦。所以雨傘呢係唔合適用劈呢一個動作作為主要嘅攻擊手段。今次嘅實驗結果真係有啲出乎意料之外，真係估唔到雨傘咧，居然係咁似呢一種古兵器嘅，真係好佩服古人嘅智慧啊！如果大家咧想知道雨傘最好嘅用法係點樣，咁記得睇埋落去，千祈唔好錯過啦。咁我哋首先講下強度測試結果先。咁我哋就見到木材嘅雨傘咧，其實佢喺承受橫向力量嘅時候，嗰個承受力係極差嘅。咁喺對打測試嗰陣，敵人咧就捉住我把遮，咁我就想用棍法入面一啲脫手嘅技巧啦。但係根本就完全個強度係 support 唔到一個脫手技巧㗎，我稍微用少少力咧就斷咗啦。咁用乜鬼啫？不過又咁樣喎，佢咁容易斷，又係咪一件壞事呢？咁我哋一陣間會再討論呢個問題。咁用尼龍做主骨幹嘅雨傘喺強度方面又比預期中好喎。咁起碼佢個主骨幹喺承受呢一個對打測試嘅時候冇彎冇斷先啦，係嗰啲細遮骨同埋嗰塊布爛嘅啫。不過佢嘅打擊效果係咪好好呢？咁我哋一陣間再探討下啦。嚟到對打部分，我嘅結論就係，如果你想將平時練嘅棍法100% 咁套落把雨傘去用呢，咁好大機會係唔 work 㗎。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雨傘佢譬如用劈啊、點啊、脫手呢啲技巧呢，佢嘅強度係完全 support 唔到棍法呢一啲嘅技巧㗎。用呢一啲棍法係擊中面部同埋下陰呢啲脆弱位置啦，咁咪有效咯。如果唔係嘅話，你打手手腳腳呢，一啲用都冇。咁最後得翻次咧，係做到原本棍法中嘅要求效果嘅啫。但係你又唔諗住單單用吉咧，去到可以吉中敵人喎。因為如果你吉嘅話咧，實在太單調啦。根本我揾隻手喺前面輕輕撥幾下咧，就吉唔中我噶啦。咁所以一定要配合埋其他嘅棍法。咁其他棍法咧就做輔助。咁咧主要攻擊就係用刺。第二個改變，增加拳腳嘅攻擊比例。咁喺對打測試入面，我原本都係想用把遮為主嘅，因為嗰把遮先係主角啊嘛。但係喺有啲情況咧，都逼住我用掃腿同埋用摔法咧，先可以應付到情況。因為雨傘本身嘅有效打擊實在太少啦。咁相反，用藤棍或者實木棍咧，我喺短距離我都可以作出一個好好嘅有效打擊。咁個殺傷力一定係比拳腳係更加之犀利嘅。所以本身拳腳攻擊嘅參與度係會少好多。如果你真係想用把遮嚟做防身嘅，咁對你嘅拳腳功夫咧就有較高嘅要求啦。頭先嘅對打測試入面，雨傘就採用咗開遮模式同埋單雙頭模式。咁我就覺得單雙頭模式對於一般人嚟講咧就比較難上手啊，因為如果你冇練習過嘅話咧，你把遮好快就會俾人搶咗去㗎啦。而開遮模式咧就係比較容易上手，咁就可以遮擋到敵人嘅視線，令佢失去呢一個距離感。咁你亦都可以一邊壓住敵人，一邊去攻擊佢嘅。咁講翻呢一個斷咗嘅木手柄先。咁如果開遮模式再配合埋呢一個木手柄咧，個殺傷力可以非常之大㗎。咁佢雖然斷咗啫，但係呢個尖咧係非常之尖㗎，真係可以插得死人㗎。咁如果你將呢一個木手柄隱藏住喺把遮後面，再做攻擊嘅話咧，基本上敵人係好難防禦到。咁但係大家記得啦，千祈唔好亂咁去用呢一支嘢插人，因為真係會死人㗎呢支嘢。用木材做主骨幹嘅雨傘雖然非常容易斷裂啊，但係如果你識好好利用呢個特性嘅話，你可以作出一個出其不意嘅攻擊。但係我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呢支嘢咧真係可以懟冧人㗎。如非必要嘅話，真係唔好攞嚟插人，唔係嘅話咧，有排你踎啊！今次實驗結果令我最意外嘅發現就係，原來開遮模式之下，俾人扯爛咗塊布個尼龍遮咧係咁好用嘅。佢就同古時戚繼光攞嚟對付倭寇用嘅狼鱔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咁佢嗰啲細遮骨咧就不停喺度擾攘住敵人，令敵人咧好難攻擊你。而佢嘅主骨幹咧就可以用嚟做出其不意嘅刺。喺對打途中，我有心諗我 partner。你做乜鬼嘢啊？你撥開啲遮骨，你咪衝入嚟懟我咯，有咁難咩？咁直到我同佢調換咗位置啦，咁我嘗試撥開啲遮骨嘅時候，其實我隻手咧爭啲係俾嗰啲遮骨界損咗嘅，好鋒利，同埋嗰啲遮骨咧喺度揚嚟揚去咧，係差啲插到我隻眼嘅。咁我就嘗試下可以護住塊面衝入身去插佢，但係咧我護住塊面嘅時候又睇唔到佢幾時懟我喎。基本上咧我入身咧佢又懟我，我一入身咧佢又懟我。
就好難埋到佢身嘅。嚟到最後嘅排行榜環節，我就會從一個冇乜點練過武術嘅普通人嘅視角出發，從3方面去評估：第一，獲取途徑；第二就係容唔容易上手；第3就係結構強度。咁我哋事不宜遲，睇下第4名係乜嘢啦。第4名開遮模式之下嘅木質雨傘。咁因為一般嘅木材雨傘，佢嗰啲木咧實在太易斷啦，強度好低。咁雖然斷咗之後有特別嘅用法，咁係咪個個都識得用呢一個用法咧？我覺得一般人嚟講唔係嘅，可能斷咗個手柄咧，佢呆咗喺度不知所措添㗎。咁所以我就俾佢第4名。第3名雙單頭模式下嘅尼龍雨傘。咁尼龍雨傘喺雙單頭模式之下咧，佢嗰個結構強度係非常之好，亦都好容易就可以作出一啲攻擊去重擊敵人。但係啦，雙單頭模式咧，如果你冇經過大量訓練，係非常之容易俾人哋攞把遮去嘅。咁一般人咧又花幾多時間去練把遮咧？咁所以我就俾佢第3名。第2名開遮模式之下俾人扯爛咗嘅尼龍遮。咁雖然我頭先就講到呢一個模式之下係最難應付、最難搞嘅，但係要敵人扯爛你把遮啊嘛。如果佢唔扯爛你把遮嘅話，咁咪用唔到呢個解鎖功能咯。佢有呢個先決條件，所以我就俾第2名佢啦。第1名開咗嘅尼龍遮，佢無論喺容易上手程度、結構強度同埋獲取途徑呢3方面咧，都係相較於其他材質同埋模式之下係更加 user friendly 嘅。基本上一個冇乜點學過嘢嘅普通人，你識開一把遮向住歹徒塊面咧係咁懟，就已經可以阻擋到佢嘅視覺，亦都可以一邊壓住歹徒一邊攻擊佢。咁如果個歹徒咁好啦，幫你扯爛埋把遮嘅，咁更加可以解鎖埋呢一個古兵器狼線嘅用法，咁啊殺傷力亦都更加高，咁敵人要應付你就更加之難啦。其實對於一般人嚟講，最緊要嘅唔係點樣打敗個歹徒，而係點樣爭取更加多嘅逃走機會同埋時間。咁用呢一個模式咧，就可以遮住敵人嘅視覺，亦都可以一邊壓住佢，一邊作出有效嘅打擊。咁更加多嘅有效打擊意味住你就有更加多嘅逃跑機會同埋逃跑時間啦。所以呢一個模式係第1名。咁當然唔同人揸住把遮咧，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可能會產生咗唔同嘅結果出嚟嘅。咁我呢一個排行榜都係俾大家參考下嘅啫。咁如果你有任何嘅想法，或者想下段片測試啲乜嘢嘅，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咁我哋下段片再見，拜拜。